东京的浅草大概是每个初次来东京玩的游客必打卡的景点街区。这里有江户时代的风情，也有重建世通的百年老店的美食。但是很多兄弟还会留言问我，浅草有好逛的日潮购物吗？日潮爱好者到底要不要花1天的日程来浅草这一站呢？我虽然已经在东京生活了很多年，但是我想很多本地人呢都会这样，到了周末都不太爱挤去像浅草这样的人山人海的当地名景点。所以情报员我自己呢，还真就从来没有认真的逛过一遍浅草这一个东京最为知名的景点。但是既然观众问了，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浅草到底好不好玩，好不好吃，好不好买？那么呢，带着疑问，我也提前花了1周的时间收集资料，设计攻略，总结了浅草寺及周边的景点和好吃好逛。重点是咨询了生活在浅草本地的日本友人，加上花2天的时间，自己双腿跑遍了浅草的大街小巷。总结而来呢，情报员独家的浅草日潮购物攻略，而且已经整理好了 Google Map List， 就在下方的说明栏里。相信兄弟们看完今天的攻略影片，心中的疑问一定会得到解答的。别的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呢先点一个收藏，以免再也找不到了。此外就是能给我点一个免费的赞，让我看到来自大家的肯定能够成为我坚持更新的动力。那么就按照景点、美食、日潮购物的顺序分享，咱们浅草保姆级1日游攻略，赶紧走起来吧！先来看一看景点，第一站呢就到了大名鼎鼎的雷门。提起浅草大家脑海里的第一印象都是雷门吧？挂在参道入口的大红灯笼太有名了。雷门是有名的拍照打卡点，提灯呢有700公斤，两侧的神像是风神和雷神，所以其实雷门的全名是风雷神门。雷门自建造以来呢，经历了太多历史的风雨变故，已经多次消失和重建。现在大家看到的雷门是在1960年在松下电器的社长松下幸之助先生的捐赠下重建的。中建世通呢是全长250米，从雷门通往浅草寺的商店街。对这里的人流量的深刻印象是我一直以来比较抗拒来浅草的主要原因。人挤了点那是有原因的，大多数的街边美食都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大都是口味独特的日式传统的和果子，排队的人太多那也是难免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其中几家有代表性的中建世通传统小吃美食。木村家人形烧本铺创业于1868年，一直坚持使用北海道产的红豆做馅料，现场烧制。透过玻璃呢，可以看到整个的烧制的过程。师傅的笑容很自信，欢迎游客来拍照。每个小小的人形烧造型呢，也都很可爱，可以说是看板级别的中建世通传统小吃。接着是浅草 Kibidango 阿兹妈，包裹上黄豆粉的糯米团子，在日语中呢被叫做 Kibidango 吉贝团子，是日本非常传统的和果子小吃。说起来我感觉口味跟我在北京吃到的小吃驴打滚是真的很像，不知道是否有渊源，也是很神奇同样也是在现场制作才能够品尝到那种软糯的口感，虽然朴素简单，但是很有清香的回味。冬天的话呢，推荐干酒味道；夏天呢，则是冰抹茶味道。看起来排队的人很多，但是其实轮转的很快，不用担心排太久。炸馒头也是日本的传统名小吃了，其中的代表性的店铺就是浅草九重。炸制油呢也是日本产的高品质的芝麻油，传统的日式炸馒头是红豆馅的，之后呢就发展出来很多新的口味，抹茶、红薯，甚至是巧克力。同样也是看起来人很多，但是排队很快的。浅草看板级别的小吃名店的另一间就是这一家周和，创业于1902年，名物呢是日式的传统羊羹。食材仅仅使用红薯、砂糖和盐制作，所以可以尝到未经现代工业调味的真正原始的日式羊羹的味道。不过说实话我自己吃完感觉确实是没什么味道，连甜味都很少，可能是我的舌头已经被现代工业训练过度了吧。这一家老店喜酒屋名物是烤团子和大福，和其他的名店一样，比较追求食材的品质。比如红豆呢要10盛产，使用的糯米呢是滋贺县产的上新粉。大福和团子都是日式传统小吃的代表作，如果还没有品尝过那确实不能错过。
这里呢友情提示一下，中介世通这些小吃呢，我吃了一圈下来，确实啊做的都很精致，人气也够高。不过感觉日式的传统和果子小吃呢，真的是都差不多的口味。经典的馅料啊，基本都是红豆泥，北海道产的红豆确实是高品质，香味浓郁。但是吃多了甜甜的也很容易腻，所以我觉得啊，随便选1、2家尝一下就好，不太建议啊全打卡一遍。另外推荐一家中建世通还有点意思的杂货店11Len，这里陈列的小东西呢都是日本传统技术制造，花案啊也大都是传统的图案，主要是呢价位还算很公道，在景区的黄金位置，算是很良心啦。想带点小东西伴手礼给朋友的话呢，可以来看看。浅草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有浅草寺。浅草寺呢，全名金龙山浅草寺，建立于公元628年，有1400年的历史。供奉的菩萨呢是浅草观音。据统计啊，每年有4000万人左右来参拜，是当之无愧的日本第一寺庙。每年新年的第一天，感觉全东京的人啊都会涌到浅草寺来参拜祈福，被称为哈斯莫德。日本人来浅草寺呢，除了参拜祈福，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啊就是抽签，来看一下自己的运势走向。如果抽到了大吉，那是够开心一阵的。浅草寺周边还有不少好逛的地方，也一并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浅草站旁边的 Ekimisei， 前身呢是松屋百货浅草店，开业于1931年。难怪建筑物的外观啊还是挺有特色的，真的是非常的复古了。里面还有不少的日式和果子店和洋果子店，比如说这一间创业至今啊已经5个世纪的虎屋，可以说是日本传统果子的代表作品牌。在上飞机回家之前，可以买几盒带给朋友，那真的算是非常有诚意的礼品啦。提起伴手礼呢，这里还有一家马路欧多尼碰，特色呢就是聚集了日本全国各地的名产大集合呀，尤其是日本酒的选择非常多。路过雷门的时候呢，难免会觉得在古色古香的浅草马路对面的这一间建筑啊，显得好特别啊。这一间就是浅草文化观光 Center， 是由知名的建筑师魏延武先生亲手设计的。里面呢提供了多语言咨询的服务，重点是8层啊有一个展望台，可以从高处眺望浅草的街道以及天空树。重点的重点是免费的哦。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浅草 Hanayashiki， 是一家呢很不一样的游乐园，从1853年开园到现在有170年的历史了，是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游乐园。进入园区啊，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到处都是非常复古氛围的设施，其中有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过山车，设施的年纪很大了，不会很刺激，小朋友呢也可以放心的游玩。这间游乐园啊，很适合在浅草观光的时候顺便去一下。很多日本的年轻情侣会来这里约会，体验复古设施的心跳时刻，一起自拍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年代感氛围。年纪大的东京人呢，也会回到这里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时光。要说浅草寺逛完呢，真正不能错过的周边景点，肯定要说是天空树了。因为天空树的建成，也给浅草周边游提升了很高的人气。天空树呢，还有个名字叫晴空塔，竣工于2012年，高634米，是目前世界第1高的电视塔。在地震灾害频发的日本啊，算是展现了日本建筑实力的最高水准。到了天空树呢，大家都会想要爬到这个东京的制高点去看夜景。其实天空树的另一个核心作用啊，就是供游客美食、休闲和购物。那么这里呢，就要穿插一段咱们的日潮购物攻略了。首先有一家大家都熟悉的 Beams 就在这里，而且呢一分为2，男装女装都有。仔细看了一下，主线的东西啊还是很全的，可惜一些高端支线的好货，比如 Beams Japan 或者是 Beams Plus 就看不到了。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家非常大的 Freak Store 的店面，远远的就看到了 Column 的新款了。发现了刚发的一件长袖白 T， 我是直接秒拿下，面料超厚实重磅，织卖呢用品牌的标志性的元素，杂志框线。这一件算是来赚天空树的惊喜小收获了。因为浅草离我家太远了，就顺便在这里订了一家酒店。看过我热海一日游 vlog 的兄弟还记得这一家吗？无人 check in 的体验，我感觉很是方便。来了浅草，看来是寸土寸金，酒店房间是小了不少，不过还挺有浅草风情的。这一家步行到浅草寺或者是天空树都不超过10分钟，晚上呢还能直接从窗口看到天空树，确实算是好住还不贵。第二天睡醒了继续逛，
在浅草呢，除了有中介世通的小吃，其实还藏着很多间100年历史的日式料理名店。而且啊，作为日产手作鞋靴中心的浅草，也还有卡机玩家不能错过的日产鞋靴门店可以逛，以及跟爱玩鞋靴的机车大叔们绝配的日产手作银饰。那么呢，我会在下半部的浅草攻略里继续给兄弟们推荐和讲解这些不能错过的美食以及日潮名店。不想错过更新的，请点一个订阅。如果觉得对你来日本旅行有参考，那么除了点一个收藏之外呢，希望能再给我点一个赞作为鼓励。咱们浅草攻略下集见吧！关注东京日潮，关注东京情报员，下周6见。